性侵，它是指为了寻找刺激，满足自己的性需求，包括威胁、侮辱、威胁这种行为。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定义，包括所有的不受欢迎的，或者是违背当事人意愿的，跟性有关的，比如说这个小黄片儿，那非得拉着他看，这也算是对他进行了性侵害。河南发生过一个案子，那一个人他性侵了村里很多人，那么你知道他性侵的那么多人里年纪最小多大吗？75岁。你知道这里年龄最大的多大吗？95岁。所以跟年龄没有关系。性侵它不是性，而是关于控制，关于权利。很多强奸犯并不是说他没有配偶，以征服更多的女性作为他自己心里的一种骄傲，不管这个女性的年龄大小，他就觉得这种数量是他炫耀。男性也是可能遭遇性侵的，遭遇性侵以后他受到的这种创伤，从生理到心理的创伤往往比女性更大。比如说现在我接触的一些个案，其中一个男孩呢大概是他6岁左右被他的叔叔性侵，而且性侵长达多年之久，他也感觉到愉悦，但有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奇怪，做什么他不懂。但虽然长大了以后，慢慢的他会觉得跟同性在一起做这样的事情，他会感觉到安全舒适。你就看到他整个的这个性向就跟大多数男孩会不一样。从目前的立法来说，男性被强奸没有被列入强奸罪的规定范围，男性就受到性侵以后取证特别困难，立案也非常不容易。一般老百姓来说，可能他会觉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你碰到这样的事情，那肯定是你自己，你当时穿了什么衣服，做了什么事情。很多的案例我们看下来会发现跟这些没有必然的联系。遭遇性侵犯有一个理念，就是不是遭遇者的错，错是在对方。有很多检察院里出来的数据，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里头，至少75%以上是性侵案件。那美国有个数据，就是女孩有20%在18岁之前遭遇过性侵，那么男孩比例也很高，至少10%。近几年来校园性侵就可能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话题。在一些边缘地区或者是些的农村的留守儿童中间，校园性侵的案件数量比较高。这些地方可能是一发现一些案件，也许是10个以上或者是20个以上的孩子就被性侵的这个情况。国际上统计大约是85%以上是熟人。那么0到12岁的未成年人遭遇性侵，里面56%是他的家庭成员，陌生人只占到17%，那还有另外15%是他的邻居。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做一个个案，一个小孩6岁的小女孩被他们幼儿园的保安多次性侵，他就变得特别粘人，变得特别胆小。还有小孩子也许他会在画画的时候画出这种成人的性器官。极端一点的就是可能这些人后来变成了性的从业者，都是有可能的，或者他自己就开始实施这样的行为，最严重就是到自杀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惨痛的个案，有一个中学生，然后每天晚上回来，奶奶在楼下接他。有天晚上奶奶生病了，就没有去接他，然后后来发现这小女孩被杀了。女孩晚上回来的时候从楼道走，路过2楼，被2楼的一个大哥哥被拽到屋里去了。强奸以后，这个女孩临出门的时候说，我一定要告诉警察。然后那个大男孩就把他拽回来，把他给弄死了。坏人可以骗的，他让你保守秘密，你当他面是可以答应然后再去采取一系列措施的话，那可能很多无辜的生命就不会这样白白的消失。第一时间一定要留下物证，你不要去洗澡，精液之类的东西给留下来，比如说里边留下来的内衣内裤就不要丢掉，身上的伤痕创伤一遍就要进行鉴定。那如果亲友的话呢，一般来说不责备，这是底线。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媒体关于隐私的保护这块，也可能直接导致当事人的自杀，这其实对当事人就是个2次伤害。人类发展到现在，
应该还没有完全有效的方法。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如何要减少它的发生，如何避免它发生在我们的人群中，个人、家庭、社区包括学校，然后到社会来共同来做这个事情。